大家好！大家都知道，苹果快20年没有出过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形态 iPhone 了，天天都在那儿挤牙膏。不过这一次折叠屏手机啊，真的就要来了。不过折叠屏手机看起来酷是非常的酷，但贵也是真的贵啊。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2000美金，那是成本。最近很多模型机呢，已经在网上大家可能都看到过了。当我看过模型机之后啊，我发现它可能会缺少5个以下关键功能。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要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下，它到底缺少的是哪几个功能，还有它是否值得我们期待。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哦。根据外媒爆料来看啊，它的外屏尺寸呢将会是5.3英寸，展开之后的内屏呢是7.8英寸的大屏。那咱们平时用的 iPad mini 其实是8.3英寸的，所以说折叠屏手机就有点类似于 iPad mini 的这个尺寸的感觉。展开之后呢，它的机身厚度啊是4.5毫米，而 iPhone Air 呢是5.6毫米，所以也就是说折叠屏手机比 iPhone Air 还要更薄。同时，为了保证如此纤薄机身的耐用性，它的外框将会采用钛金属的材质，而内框呢则使用铝合金。而手机的背面将会采用玻璃材质，并配备类似于 iPhone Air 这种较短的摄像头模组，而内嵌2颗水平排列的4800万的主摄，加上4800万的超广角，但是它没有长焦，非常的遗憾。那另外啊，根据模型呢显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音量键呢被移至了设备的顶部边缘，并且啊，它的内屏将会采用单挖孔的设计，而且同时呢，它的动态岛也是缩小的这个尺寸。那另外呢 ，Touch ID 电源键和相机按键呢，则保留在右侧的边缘。虽然在模型机上，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新位置的电源键和音量按钮，但非常奇怪的就是它的静音操作按钮不见了，所以说可能就是取消了。所以为了实现如此超薄的机身设计，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因此 iPhone 折叠屏手机将会缺少一些 iPhone 用户习以为常的功能。那在某些方面呢，苹果是在 iPhone Air 上做出的妥协是如出一辙。当时为了实现5.6毫米的超薄机身，那 iPhone Air 是舍弃了立体声的扬声器和实体卡槽以及多个后置摄像头，而 iPhone 折叠屏手机的机身呢更薄，仅有4.5毫米，所以也是面临着类似的限制。因此啊，它的机身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3个摄像头。因此呢 ，iPhone Pro 机型上的这种长焦摄像头呢就被取消了，仅保留了2颗4800万的后置摄像头系统。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它的机身呢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 Face ID 所需的这个传感器阵列，因此啊，它可能这一次会舍弃 Face ID， 而采用指纹解锁的 Touch ID 来替代。那大家可能发现了，最近在网上啊有很多的这种模型机放出来的一些视频。那一方面其实是为了宣传产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为了看看市场的反应。当然了，最重要一点啊，是为了帮助第三方制造厂商生产一些相关的配件，比如说屏幕的保护膜啊，或者是手机壳啊等等。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它的这个模型机啊和真机其实也就是大差不差了。所以因此我们从模型机上可以看得到啊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它们的背面都是可以看到 MagSafe 的一个磁吸压痕，但是唯独折叠屏的手机背面呢是没有磁吸压痕的。这说明什么呀？也就是折叠屏手机大概率是没有 MagSafe 的磁吸充电功能的。虽然目前只是一个猜测，但仔细想想，4.5毫米厚度的机身呢，对于 MagSafe 来说可能确实是太薄了，所以可能很难实现。同样，折叠屏手机呢也不会有 SIM 卡的实体卡槽，同样像 iPhone Air 一样，它只会兼容 eSIM 卡。所以说，如果你是想继续等待折叠屏手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那接下来再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在，预计呢它将会搭载 A20 的芯片，并配备12GB 的统一内存。在存储方面呢，它是将预计提供是256GB、512GB 和 1TB 的3种选择。那同时啊，它配色方面呢只会有黑白2色。电池容量呢，据称是在5400到5800毫安之间。尽管机身非常纤薄，但是啊，这样的电池容量呢，将会使它成为 iPhone 系列中容量最大的机型之一。那接下来再我们看一下它的软件生态，因为无论硬件再强，也是要靠软件续命的。所以说，据传苹果正专门为这款机型打造 iOS 27衍生版。在交互逻辑上呢，许多 App 将会加入左侧的边栏，这完全就是 iPad OS 的这个精髓。同时，它将会支持多任务处理，也就是我们呼吁了10年的应用分屏啊，终于要在折叠屏手机上实现了。还有就是影音优势，因为4:3的屏幕比例呢，在看视频的时候啊，黑边将会大幅缩小，有效显示面积呢将会远超常规手机。那既然它的屏幕已经大到了平板级，所以说这次极大概率可能会支持 Apple Pencil。那接下来有些朋友喜欢在平板上写画
画画呢，这次就会变得更加的方便了。为什么苹果选在2026年才入局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在等待技术的成熟。那其实主要是为了解决折痕的问题。苹果似乎集齐了3项黑科技，试图打造一块无瑕的屏幕。所以说首先他们是将会采用液态金属的材质，为了就是更高精密度的反复弯折，确保它的张力均匀分布。那同时呢，苹果将会史无前例的将 OLED 面板呢夹在2块超薄玻璃之间，然后通过多层的弯折分摊压力，从物理层面来抑制折痕的产生。第3点就是苹果的秘密武器叫做自修复光学胶。那这种粘合剂呢，就像减震器一样，吸收弯折处的张力，甚至可以自动填充微观上的不平整。也就是说，即便你长期去使用，屏幕依然可以保持如初的这个平整度。反正就说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不仅展开没折痕，而且用久了几乎也是不显折痕。毕竟大家花那么多钱也不想买一个手机，然后1年以后就出现折痕了。所以这些黑科技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当然这款手机的价格也是高到离谱，就是一个字儿，贵。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2000美金，那是成本。那根据泄露显示它的入门版是256GB 版本呢，大概是2300美金左右，约合人民币16000元；而512GB 版本呢是2600美金，约合人民币18000；而1TB 的顶配版是2900美金，直逼2万大关，真的是非常的贵啊！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而且苹果呢，目前已经是通过它的合作伙伴富士康已经开始试生产了这款手机。只要在早期测试阶段没有出现问题的话，苹果计划在7月份开始批次生产。而且根据透露显示苹果公司订购了1500万至2000万部可折叠屏手机。而且同时呢，在郭明基的消息指出呢，由于该设备的成本较高实际需求可能会有限，而且并且同时在早期会有一些良率以及产能情况也会遇见一定的挑战。因此它的发布时间预计是在9月份，但是出货时间可能会往后延。但是看到一些消息显示，有可能会延到12月份左右。当然了，具体还是要看它的进度来显示了。同时，根据 IDC 预测，苹果折叠屏手机上市第1年将会占据折叠屏手机市场22%以上的份额。但是折叠屏手机整体市场而言呢，仍然属于小众领域。虽然分屏非常的棒而且大屏看视频也非常的爽，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花2万块钱买这款手机，其实已经可以买一个可以干活的 MacBook 了。所以大家愿意花高价钱去买折叠屏手机吗？不过折叠屏手机看起来酷是非常的酷，但贵也是真的贵啊。所以今年秋天你是打算购买折叠屏手机，还是购买 iPhone 18 Pro 系列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顺便1键3连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啦，拜拜。